大家好，我是云飞。前几天我们使用 IM Studio 部署安装了 DeepSeek R1的真流模型，很多观众都在学习啊，我看了还是很受鼓舞的。图形化的聊天使用很方便，但也有很多观众需要使用 Ollama 部署，它可以部署在本地的服务器上，并且可以通过 HTTP 或者 Web 接口提供服务，然后把 API 分享给其他软件做自动化、做开发啥的，也都会很方便。且相较于 IM Studio 来说，Ollama 的 CLI 架构天然会更轻量一些，资源占用会更低，但是它的难度会更高一点点。因为有部分需要命令操作，看起来会更复杂一点。需要图形化界面的话，还需要自己额外的去安装。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做的 IM Studio 的视频，先大家用起来。那么第二波就是带大家安装 Ollama， 然后部署 DeepSeek， 且安装图形化界面 OpenWeb UI。先会涉及到 Docker 的安装，不过相信我，虽然看起来步骤多了一些，但实际上跟着我一步步走下来这些都无异于一步步点点点，其实还是挺简单的这还是就简单说一下，不同于官网的服务，它会有限制，在本地部署好了，我们实时即可调用且数据都在本地，安全隐私啥的也都有保障，且可以问一些你懂得的问题啊。咱们这些内容会带大家安装好这些，并且还可以远程调用你的服务 ，Windows 和 Mac 都可以一步步跟着来。我这里面都有具体的演示步骤，那咱们就先看看到底可以干啥吧。首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我们的终端命令行里面来和它进行对话，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我们直接在我们一个可以联网、可以使用 IPv6 的设备上，就可以直接搞定。你看，这就是 Ollama 的一些小小的特性啊。然后我们还可以构建自己的知识库，就比如说我的一个个人历程，我们来看一下它把我们23年和24年做一个简单总结是一个什么样的。你看，我们更新了这么多视频，23年更新了这么多视频，然后参加了这个什么发布会，这些，然后我们做了这些东西，在9月达成10万粉丝，然后24年更新了这么多视频，平均这个一期。我们又拓展了一些新的方向。之后就是制作程序这一部分，制作程序我们可以看到依托咱们这个 OpenWeb UI， 它在右侧是直接可以给我们的程序来一个预览，然后我也是成功的跑起来了这个雷霆战机虽然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啊，我们的得分是一直在得分的，但是血量我们已经负1万多了啊，然后它现在是只能控制它在左右，但是这个丝滑程度是真的非常的屌啊！怎么样？这些服务应该是你们可能会用到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讲说长，这就开始现在的教程。我这里主要是使用 Windows 11系统来做演示 ，Mac 系统也有对应的教程，我会插在里面，都是差不多的哈。那咱们开整。好，咱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教程。首先第一步就是安装 Ollama。Ollama 它是可以在国内的网络里面打开的，所以我们直接下载就行了。当然我也会为大家准备好对应的这个安装包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我的网盘里面下 Ollama， 直接搜索就有了啊。然后它的官网是这个，到时候我也会放在评论区置顶。然后这边点击下载，它这里会自动识别我们的系统，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Windows， 然后它是直接在 Windows 的这个下载页面了，直接 Download for Windows。然后它也有 Linux 版本，也有 macOS 版本。macOS 它是会有对应的这个系统，它是下面有提示。然后我们先下载 Windows。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在下载了，然后我这是下载好了啊，这下面有一个下载记录，然后它这边就已经是开始下载了。然后趁着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去它的这个 Models 这里，就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现成的模型，而且它是按照当前的热度来排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DeepSeek R1，它是直接排在榜首。然后我们点击记录。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也就是带大家如何去在本地部署安装 DeepSeek R1， 然后使用 Ollama。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有 1.5B 的、7B 的、8B 的、14B 的、32B 的，还有70B， 还有最大的671B。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对应的拉取命令，比如说现在是7B 的，它这里就是一个run R1 的7B 的一个命令。然后我们待会儿去下载14B 的14B，它这里是一个 Ollama run DeepSeek R1 14B。那你看这里我们已经下载好了，到时候就是直接在这边来复制这个拉取命令。好，我们现在开始安装，然后直接双击就进入了一个安装步骤，开始安装，然后这里等待它的进度条走完就行了啊。然后待会儿这里会涉及到一点点这个基础的命令行，它的一个命令，我这里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文档，我先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比如说这个查看对应的 Ollama 的版本，这个我们到时候是可以来运行一下的，确认它有没有成功的在我们这个电脑上面运行起来。好，这里它已经给了我们提示，其实这就已经是成功运行好了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图标这一块，它有它这个小图标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 Windows 的一个终端，也就是命令行工具，直接 Windows 加 R 键，然后这里输入 CMD 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命令行工具。然后这里就复制这个 Ollama-V，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版本啊，它现在的版本是 0.5.7， 它现在是成功运行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拉取我们的真流模型，就 DeepSeek R1 的模型。我们回到这个浏览器，我们在这个 Models 这里已经给大家点好了，就 Ollama run DeepSeek R1。run 这个命令是直接运行这个14B 的这个模型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没有下载，本地是没有这个模型的，所以我们复制上去，它是会给我们直接下载好这个模型，并且运行起来的。那么我们回车，然后它这里是有9个 GB， 然后下载的速度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网速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小点啊，就是我们直接拉取。在我们国内是完全可以拉成功的，但是有可能会遇到一点点这个网络问题，可能会遇到比如说下载到95%、96%、97%的时候，它这个速度越来越慢，甚至趋近于几 KB 的这个速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网络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网络，或者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去拉取，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昨天晚上拉取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或者如果你有魔法的话，你可以开启一下魔法再来尝试拉取，但是大部分人应该是可以成功拉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等待它拉取成功就 OK 了啊。然后这一步的话 Windows 和 Mac 应该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然后大家一开始拉取的话，可以不需要跟我一样去拉取这个14B 的，我们直接拉取最小的 1.5B 就行了。我们先把整个流程给跑通，然后你跟着我的流程走完之后，我们再去拉取到对应我们设备性能的一个版本，我觉得这样会更快一点啊。那比如说我现在就遇到了这个拉取的问题啊，咱们现在这个拉取到最后的这个进度条这里就遇到了这个100多 K， 然后这个等待时长，然后它现在这个速度是肯定不正常的，我们直接关掉。那么我们换一个，比如说现在拉取一个8B 的吧。刚才那种速度绝对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换了8B 的这个模型，它下载的就非常的顺利。所以这个网络问题可能是因为对面的服务器啊，就是 Ollama 的服务器那边可能会有点小问题，所以我们到时候就换一个就行了，先暂时换一个，然后到时候空了，我们再去下载我们想要的那个模型。你看这个8B 的下载的多顺利啊！昨天我就被这玩意卡了一天，真的是烦了。然后因为我们使用的是 run 命令，所以它下载完成之后是直接会帮我们启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对话了。就问个最简单的问题，那你看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下载的是8B 嘛，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占用，应该是比较小的。你看，占用才这么点。然后 Ollama 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直接帮我们配置好了这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看，GPU 也不需要我们去微调了，然后那个 CPU 也是 OK 的。比如说这个速度，我目前来看是非常快的啊。不过这也毕竟是8B， 之前我用14B 运行了一下，我感觉速度也还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如何在1年，在1个月内赚到1万块，在没有技能的情况下。靠，他这个我操，他股市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无所谓了，反正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使用 Ollama 安装 DeepSeek R1，现在是8B 的一个模型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继续我们的第2步，也就是安装它的图形化界面 OpenWeb UI。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先擦掉。然后安装这个 UI 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先搞一个 Docker， 因为这个 OpenWeb UI 它是依赖 Docker 运行的。然后 Docker 这一块我验证过，它是没有办法在国内的网络里面下载的，它是无法进入的。所以我会为大家准备好这个对应的这个文件，然后到时候和这个 Ollama 一起分享给大家。然后这边我们也是直接下载，要 download 它。这边会有Mac 的英特尔版本，然后 Mac 的苹果版本，然后下面是 Windows 的64位，还有 Beta 版本，还有 Linux 版本。我们是下载 Windows 的64位，这边直接下载，然后我们等待它下载完成。好，这里其实就已经下载好了。下载好之后，我们也是非常简单的双击安装，然后它这边就可以开始安装了。它会安装这2个东西。我这边是直接安装好了。好，我们直接打开，然后这里同意。然后这边其实我们可以不需要注册，我们直接跳过，然后这里选择 Alice， 然后进去。好，这里我们的这个就已经好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安装 OpenWeb UI， 然后还是一样直接搜索，然后 get OpenWeb UI， 好，拉取到下面，打开它，就是如何安装它。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 Docker 的命令，我们直接复制这一串命令就行了啊。然后这个我也验证过了，直接用国内的环境就可以。然后还是一样 ，Windows 加 R， 然后 CMD 进去命令行工具，然后我们直接粘贴我们的这一串命令，然后运行，然后等待它下载完成。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啊。然后这边在下载完成之后，会直接在 Docker 容器里面出现，我们等待它下载完成就行了。这里挑一个允许 ，OK， 这就已经 OK 了啊。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 OpenWeb UI 了，这个命令行工具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掉它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个 CPU 的占用，现在 CPU 占用还是非常小的，就意味着它并没有运行起来。我们可以等一下它，等它占用稍微高一点，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就可以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后台。比如说现在已经0.14%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去，然后去里面等了，点击，这就已经进去了啊。然后我们开始使用，这就开始配置我们的 OpenWeb UI， 开始使用。然后这里注册的是一个本地的一个账号，然后我这里就随便输啊。好，现在我们输完之后，
它是有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过程，这里我们需要等一会儿。哎呦，你看它有一个更新日志，是在5号更新的，还是很快的。我们确认开始使用，然后这里就直接已经识别到了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R1的8B 的一个模型。你看，这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这一步还是非常简单的啊。然后我还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OpenWeb UI 它这些界面的一些功能。这边是一个工作间对话，我们是今天才安装上的，所以这边就只有一个我发的这个你好，然后云飞，然后这里有一些设置，然后这里是可以设置我们的这个颜色，然后简体中文、桌面通知，然后这里系统的提示词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然后界面、个性化，然后这个记忆可以开起来啊，然后语音对话、账号，然后外部连接、联网搜索，功能非常多，也非常的全面啊。然后这边打开文件，这个 PDF， 好，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这个对话记录。然后这边它有一个系统提示词，这个和我们的 IMS Studio 是非常相近的啊。然后这边的话会有更多的东西，就比如说高级参数这些，流式对话响应，然后函数调用，然后种子啊，生成随机的种子什么的，然后停止序列，温度看了我们的那个，大家就应该知道，就是一个这个是接近1的话，就是回答就会更有创造性，然后0的话就是没有创造力。然后这里同样的应该也是可以输入数字的，然后推理努力，然后这些相较来说它的这个参数调整就会更多。然后上下文长度，这个我们可以再调小一点，不需要那么大。然后 P 大小、语境，然后最多 token， 然后这个是欧蓝码的一个参数调整，就是等于说是调参啊。然后下面的是 CPU，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调到20，然后 GPU 层数，它这个 GPU 层数可以调的自定义非常高啊。然后我们再随便问一下，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占用，现在这个占用还是非常低的，专用内存才用了7个G。但是它整体输出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当然它还有一些别的功能，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别的电脑上面调用它。然后具体怎么调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它是直接默认是可以在局域网内调用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IPv4 是 192.168.31.174， 到时候我们直接加上 OpenWeb UI 的这个端口，就可以直接在局域网内的别的电脑上面访问了。然后我们现在输入 Windows 电脑的一个 IPv4 的地址，然后在后面加上我们的端口3000，然后这个要换成英文的冒号3000，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它这里就可以直接登录我们的 OpenWeb UI 了。在电子邮箱，然后输入一下密码，登录储存，然后这里还是一样，等它加载一下。好，加载完成。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它的一个负载，现在它的这个负载就上去了啊。你看，
还是非常棒的啊。然后我们不用的时候，它这个负载又会下去，这就是远程调用的一个好处啊。那么其实如果是可以用局域网来串流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是弄了 DNS-Go， 也就是远程串流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之前的知识点，直接使用我们的域名去连接我们的 OpenWebUI。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连接的是我们的这个手机的网络。然后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那个 Windows 电脑的一个 OpenWebUI 了。那熟悉不？是不是非常的 nice？ 这就是已经登录了，然后我们等待它加载一下。好，你看，这里就出现了我们的 DeepSeek R1-8B， 然后这是我们那个对话记录，这是我们的对话框，然后在这边我们还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我们直接在我们的一个可以联网、可以使用 IPv6 的设备上，就可以直接搞定。你看，这就是欧拉玛新，你看这就是欧拉玛的一些小小的特性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它的一个知识库。这是一个正常的聊天界面，然后我们注意到它左上角的这个工作空间，我们点击它，在这边有模型、知识库、提示词、工具，我们要用到的就是这个知识库。你看这里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小数知识库，还有我数码的知识库。然后我这里给大家演示，就给大家新建一个，就比如说我的个人历程，个人经历，然后我们创建，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上传文件、上传目录、同步目录或者添加文本的内容。然后这里我们直接添加一下文本吧，我直接把这几年来我做的这个年度总结都给说进去，看一下它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简单的一个知识库给凝练出来。我们有23年的一个年终总结，23年年终总结 ，OK， 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加入24年年终总结，24年年终总结 ，OK， 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这个10万粉丝 ，OK， 好，这里就有3个数据了，一个是23年、24年的年终总结，然后一个是10万粉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这里可以回到我们的知识库，这边就有了3个知识库，一个是我的个人历程、小说知识库，然后一个是数码。然后它这里有提示，我们在输入框中输入井号就可以来加载我们需要的知识库的内容。然后我们直接开启一个新对话，来井号，我们直接加载我的个人历程。好，我在23年到24年都做了什么？有什么比较关键的节点？从我的知识库里面找一下记录。看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整理出来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从我们这2个里面，已经把我们的这个简单总结了出来。你看，我们更新了这么多视频，23年更新了这么多视频，然后参加了这个什么发布会，这些，然后我们做了这些东西，在9月达成10万粉丝，然后24年更新了这么多视频，平均这个一期，我们又拓展了一些新的方向。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个 OpenWebUI 加 Ollama， 然后配合DeepSeek R1-14B 啊，然后我们还是一样做一个小程序，就雷霆战机的程序，然后我们
你看一下我写的这个提示词，比如说这些，然后它就会思考我们需要用到哪些东西，然后它就开始写这个框架了。而且这次它是直接在右边直接给我们出来了一个预览，哇靠，这个是真的，我们程序员都非常的惊奇啊！而且它是直接一次性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们写成功了，而且告诉我们如何运行。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运行结果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还可以进行微调，现在我们先不调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实际运行起来是什么样。好，这里我已经按照它的提示把我们需要的这几个文件已经编辑好了，就使用这个 TXT 文本编辑器就行了，然后后面的后缀自己改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它实际运行起来，就点击这个 HTML 就行了。怎么发射来着？好吧，我没有看到啊，空格。我们的得分是一直在得分的，但是血量我们已经负1万多了啊。然后它现在是只能控制它在左右，但是这个丝滑程度是真的非常的屌啊。其实整个部署下来还是比较简单的，且配合我们这个 DDS Go 还是可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操作，就比如说远程调用，对于一些基础的本地 AI 询问来说还是蛮不错的，且模型的下载也比较的方便，就是步骤可能会稍微多一些，但是部署好了之后 Ollama 在后续还是可以发挥出很多别的作用的，除了聊天询问，还可以接入自己的知识库，也可以集成在开发里面啊。不过这些内容就比较进阶了，有需要的话可以期待一下，我会去研究如何部署，怎样才可以比较简单的在本地搞定这些东西。在性能上肯定还是不如官网的，但是在官网目前还是不太稳定，一些简单的其实就可以用本地先跑着，自己的总归用的是更放心嘛，且这个过程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自己真正上手才能够了解到它到底是怎么运行起来的。而且还是那句话，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为什么不去试试呢？那么我们这次也是搞定了 Ollama 的安装和模型的下载，然后顺带 Docker 也安装好了，图形化的界面 OpenWeb UI 也是搞定了。基于我们之前的串流远程访问也是 OK 了啊，等于是带大家入了个门。更多的内容大家安装好了之后，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学习了。主要是先有这么一个环境。那么这就是我这次的 DeepSeek R1的远程访问安装部署分享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弄好的用户也记得回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吧。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